GLS 听起来就非常的不 sexy。 Why？ 因为它 GL 系列就是 SUV 系列啊，就是没有跑车的驾驭感。但它很大哦，不一定大就是好啊，大就性感啊，大就是性感吗？呀，也可能它开起来软绵绵的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又大又软的意思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一言不合就开车的 Amazing JJ。今天我会试驾一台非常大的车，我觉得已经是我人生中开过最大的一台车。我也是，因为我们是做过特斯拉7座的试驾嘛，对，然后被很多人骂说，是啊，你们两个跳梁小丑，你们自取其辱，你们哗众取宠。对，我觉得如果你想让你的小孩坐在第3排，那么不安全，无所谓，也不是我的孩子。所以呢，如果家里有孩子，或者是说家里有很多人口的话呢，真正的7座大车来了。这台车呢是可以选6座和7座的，然后今天我们试驾这台是坐6个人的。OK。而且他承诺说坐6个人就可以坐得很舒服，怎么样都会比 Model Y 舒服。就是这台车呢，就是 GLS 450。GLS Class 的前身可追溯至2006年推出的 GL Class X164，2016年小改款时更名为 GLS Class。第2代的 GLS Class 呢是在2019年的纽约车展登场的，所以这个是第3代。它第3代它有做什么改变吗？它很大很长哦。它第1代也很大很长，没有，它真的又大了，它比上一代加长到了7.7公分。7.7公分有多长？现在它的车长到了5.2米。哦，那很长，是一个庞然大物，你可以驾驭的吗？那要看它够不够硬实。我都喜欢比较有驾驭感，然后底盘比较硬的车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台又大不知道硬不硬的车怎么样开起来，看一下驾驶感受到底怎么样吧。走吧。Mercedes-Benz 在现在拥挤的豪华 SUV 市场中还算是有很高水平的。2021年的 GLS 450具有比以往更多的空间和豪华感，它的外观设计时尚优雅，充满自信，融合了所有最新的 Mercedes-Benz 的设计灵感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第2排、第3排的车内空间。那我们上来一下，感受它第2排的空间。哎呀，老板车的感觉，它的座椅都是可以调的。其实我已经调到很前面了这个座位，但是它的空间还是蛮大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可能因为车高，所以它的座椅坐起来感觉也比较高，可以把整个腿放直，不会有坐小板凳的感觉，就特别舒服。最重要的就是它有自动遮阳帘，然后你可以把它打开，就是看风景，然后再关起来了。可以睡觉，很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在这里，让你不会觉得太晒了。它的靠枕这里你也可以自动调节高低，我现在把它可以调高一点。都是自动的哈。对，全部都是自动的。它好的时候你使用感受是非常好的，如果它坏了就要花很多钱去修。买这种很多线路的高级车的时候，就要考虑一下维修成本问题，还有你的人品。每排的座椅呢都可以自动的调节。现在按下按钮，我们来看一下第3排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吧。哇，不错呀！哇，非常舒服哎，我可以挺直，我好开心啊！所以我把后备箱打开再关起来，不会撞到你的头。你进来吧，我们2个人试一下。好。快来快来！让我感受一下，怎么样？空间感很好啊！这个头，而且它这个滑轨很正，它的这个中档就是在中间的，对，所以不会说有东西鼓起来硌脚，或者是你的脚不会被别住。来，我把这个合起来感受一下。根据你刚刚的腿的这个距离，然后你第3排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我觉得非常好。第3排我的腿还可以这样活动，我也是，是吧？你还可以拿起来吗？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类。神经病啊！刚刚我们说过，这台车是可以选择7座和6座的，但是呢，聪明人呢都选6座，因为它6座确实2个人坐得非常的舒服。对，然后它中间的滑轨就刚好在正中间，因为是6座。如果是7座的话，滑轨就会侧偏一点，对，可能后排有一个人就会坐得没有那么舒服。对，所以6座是明智的选择，很好，舒服。我们来感受一下它庞大的后备箱。
啊，全都是电动的，你可以就是电动把它自动放倒。那这台车呢，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，这里有一个按钮，一按的话，它车后座的底盘可以升高和降低，这样我拿重物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累，尤其是在搬猫砂的时候。然后这个空间呢蛮大的，它好像说是蛮适合出外 camping，然后你可以在这儿放个床，就是前面都放倒，可以直接睡在这儿，因为它的车足够长，所以你的腿是可以完全伸直的，还不错哎。给公主躺一个，小天1.76米哦，感觉还不错，很大空间，可以躺2个人，知道大的好处了吧？然后可以自动收回来，这个很方便啊，你不用钻进去扒这个座椅，但它这个靠枕是要手工的。哦，好了，这就可以坐人了。后备箱怎么样？打几分？如果10分的话，后备箱我给9.5分。哇，第3代的 GLS 呢，它跟上一代的设计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还是标志性的双幅的一个中网的设计，然后这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logo。啊，好土豪的感觉啊！这是3芒星吗？发动机为3.0升直列6缸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前车组融入了 LED 日间行车灯，即便在白天也有很高的辨识度。因为车身较高，所以 GLS 安装了上车的侧踏板，有点鸡肋哦。这台车其实有1万块钱的选配，这个选配的21英寸的轮框呢，它是要加1000块钱的。可能车太大了，所以虽然升级了轮毂，还是看起来很小。作为一台大型的 SUV， 后车部分看上去又大又长。特别是尾灯，它非常有设计感，然后也进行了熏黑的处理。然后它后面呢是采用了双边但是单孔的排气孔，这样子看起来也非常有运动感。排气孔旁边的反光板，它可以反射后排车的车光，这样夜晚驾驶的时候，司机不会觉得刺眼。哎，这个设计其实还蛮贴心的，比较符合安全的这个标准。2021 GLS 450内饰融入了全新的设计风格，视觉效果更加成熟豪华，用料也是同级别非常优秀的。那现在我们来体验一下奔驰的人机交互系统。Hey Mercedes, How may I help you? take me to Starbucks. Please select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s. 哇哦，很智能。那他们这个 MBUX 系统呢，是 Mercedes 自己研发的。12.3英寸的显示屏，科技感十足，面板都是细腻真皮覆盖的。对于这么大的车，智能驾驶套件的存在尤其重要，能提供更多额外的安全保护功能。标准安全设备包括主动刹车、辅助、盲点辅助、行车警告等等。不行，我害怕。它有这个360。你可以录哈，我就说吧，我就是觉得这个车有点大了，有点大。就是我开的最大的一台车哈，是X5，哎还行哎，视野很好，好高啊这个车，真的很高哎，有点像坐皮卡的感觉，有一点，哎其实蛮安全的感觉。我觉得太大了这个车。我们现在在那个 resident 的那种小路，所以有很多 stop sign。你觉不觉得它坐进来忽忽悠悠的，有点像棉花一样？可能是因为我开的原因，我踩油门踩得很轻，有点害怕。它忽悠跟你踩油门没有关系，你踩的轻它还忽悠，说明它挺忽悠的。还是有点晃晃荡荡的哈，感觉软绵绵的，是软绵绵的，对。奔驰的驾驶感受也就是这样了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是 SUV 的问题，小车就没有。所以它这个 Air Suspension 它是可以提高也可以降的。我们如果觉得晃悠的话，其实可以降低一点。等下可以试一下。我听说它是可以像那个越野车一样，这个蹦子那种跳来跳去吗？是的。对。
那天我有看一个视频，就是开这个 GLS 450去爬坡山上，然后就爬不上去了，爬一半儿，为什么？就很费劲。你可以明显看到它爬的特别费劲，所以它还是可能比较适合家用吧。而且你猜是谁发给我的？谁 ？Jack， 是 Mercedes-Benz 的 dealer 小哥给你发了一个 Mercedes-Benz 爬不了坡的视频，哎，非常诚实。我问他你觉得这个车怎么样？他说 I have no idea， 然后就发了我一个视频。好高啊！是不是？对，我可以感觉到它好高。然后现在换成了 Sport Mode，所以开起来的话，你觉得坐着很晃动吗？现在倒是没有。我觉得你刚刚把底盘调低之后，它感觉好像好一些，比我开的时候能够稳一点，是不是？没有像你说的晃悠晃悠那种感觉。所以这个 navigation 呢是选装的，然后是要加钱的。这个实景穿越导航，个人觉得还是蛮好用的。这台车搭配的是48伏智能电机系统，它用的是 Mercedes 自己开发的9速变速箱，变档的时候会觉得比较 smooth， 比较平顺。2021 GLS 450起始价为76000美金，最大马力达367匹，最大扭矩500牛米，0到60的加速度为5.9秒。但是你看它的那个，毕竟是大车，还是有一些点的。这台车是2.4吨的车。对，我觉得它作为一台这么大的 SUV， 它的点头已经很好了。那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个 GLS 450，它的整体感受还是不错的。对，很舒服，坐起来就是还是一贯 Mercedes 的风格。而且是非常适合家里人口有小孩或者有老人的这个家庭。缺点就是它毕竟就是一台比较大的 SUV 嘛，然后开起来的感受会觉得还是比较 family 一点，不是那么的运动。但你知道它的竞争对手是谁吗？是谁啊？宝马的 X7。那到时候我们可以试一下 X7，看看 X7跟这一台车对比一下，到底有没有更加运动一点。是。它这台车本身的定位就是一台非常舒服的车，然后适合一家人出去长途旅行啊，周末出去玩啊，都还蛮实用的。我觉得它在定位上面是比 X6 好太多了。哎，你说的对，我觉得 X6的可能是感觉会更运动风一点，但是它有一种不大不小、四不像的感觉。对，它的问题并不是它不好开，而是因为它的定位很模糊。而这台车它定位非常非常的清晰，然后它的 target 人群的话会非常喜欢这台车的。对。那我们就在这个软软乎乎的庞然大物里面跟大家说再见了。那大家不要忘了评论、点赞，然后关注我们哦。是的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们是一言不合就开车的 Amazing JJ。